邦尼团队终于迎来2020年第一支旗舰机种深度评测。邦尼今天要带来的是 Samsung Galaxy S20 Ultra 5G 完整评测，同时我们也会加入 S20 5G 以及 S20 Plus 5G 的重点对比实测。对三星来说，今年的 S20 5G 系列机种是硬体规格大幅提升的一年。不过究竟实际表现如何，一起来看看吧。Galaxy S20 5G 系列机种共有3种尺寸，分别是 S20、S20 Plus 以及 S20 Ultra。在机身设计上，全系列的 ID 都保留了大家相当熟悉的曲面设计。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S20 全系列的曲面萤幕都更加接近平面。邦尼认为 S20 目前的萤幕曲度在3个方向上，不论是曲面带来的视觉美观、操作握感，以及对显示效果的影响，都达到更好的平衡。而在选择上 ，S20 依旧是今年在旗舰机种当中对小手族以及追求手感的玩家最友善的选择。6.2寸的 WQHD 萤幕控制在163公克，6.91公分的机身宽度。如果你是在意手感的使用者，拿上手的爽感你一定会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最大只的 S20 Ultra 在规格给满的状况下，重量最终控制在220克。实际上手后，邦尼认为三星在配重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整只手机的重量其实相当均衡，搭配上6.9寸的大萤幕，在日常使用中并不会有拿不住的感觉。而在按钮位置上，也回到了更符合人体工学的位置。全系列机种也都支援 IP68 防水防尘。随附配件部分，提供了包括25瓦快充组、包覆性足够的透明保护壳以及 AKG 有线耳机。在萤幕表面也已经贴好了萤幕保护贴，一样是打开来就能直接使用。顺带一提 ，S20 Plus 白色限定版在配件上也都是一致的白色版本。影音娱乐部分 ，Galaxy S20 Ultra 5G 搭载了6.9寸20:9 WQHD Plus 欧极限全萤幕，萤幕技术采用新一代 Dynamic AMOLED 2X。同样支援 HDR10 Plus， 并且拥有1200尼特的峰值亮度，能够轻松应付太阳下的使用环境。这次最大的升级落在 S20 5G 系列上所搭载的萤幕，全面支援120Hz 萤幕刷新率以及240Hz 触控采样率。在萤幕刷新率的设定上，在60Hz 当中，你可以自由调整 Full HD 或是 WQHD。而120Hz 因为续航力考量，目前只能跟 Full HD 进行搭配，是稍微可惜的地方。关于续航的实际测试，邦尼稍后细细来说。在实际体验上，120Hz 的萤幕，常看邦尼的大家应该不陌生。透过我们的画面可以明显看到，在高速摄影下，60Hz 以及120Hz 的差异，有了更高的萤幕刷新率。120Hz 在显示上确实更加流畅，而且是眼睛看得到的差异，邦尼就不再多说。有感的是，120Hz 的萤幕搭配上三星的 One UI 2.0 非线性动画效果，在整体系统体验上非常滑顺舒服。而在显示效果上，三星今年的 S20 5G 系列在萤幕上依旧是真旗舰水准，3支的调校基本一致。邦尼也提供一组 S20 Ultra 跟上一代 Galaxy S10 Plus 的萤幕对比。整体来说，趁着三星自家萤幕一直以来的优势，邦尼认为，从上一代的 S10 开始，三星家的显色调校就更加专注在自然。Galaxy S20 Ultra 上的这块萤幕，依旧是目前旗舰当中的顶级表现。不论是超高的峰值亮度，或是更好的明暗动态对比，都让 S20 Ultra 能够更游刃有余，呈现各种场景下的亮部以及暗部细节。而在 WQHD 之下的细节表现依旧细腻，显色足够饱满，却不过于饱和，画面也更加通透自然。整体来说，萤幕还是三星的优势强项。依旧是那句话，这块萤幕依然是值得你到现场体验的一块萤幕。音效上，全系列都拥有双喇叭，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邦尼也提供 S20 5G 全系列以及 S10 Plus 的音效对比测试，供大家参考。
效能及续航部分 ，Samsung Galaxy S20 Ultra 5G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65 SoC， 邦尼手上的版本是 LPDDR5 12GB 的 RAM 加 256GB UFS 3.0 的储存空间，安兔兔跑分达到了557052分。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除此之外，邦尼也提供台版 S20 5G 全系列的简易测试数据供大家参考，完整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bond.com 上找到。简单来说，S20 5G 全系列都采用 S865， 既然都已经上到旗舰，就不用担心效能了，基本可以应付所有使用需求。游戏的话，我们透过 PUBG-M 以及狂野飙车9进行测试，效能上绝对足够应付，散热表现也跟过往没有太大差异。顺带一提，目前 S20 5G 全系列 RAM 至少 12GB 起跳，三星也顺势加入在背景保持开启的选项，只要进入多工画面，点击 App 的 icon， 就可以让 App 保持在背景当中进行快速启动，最多可以设定3个 App， 不会因为开启太多程式而被系统自动关闭。不论是游戏玩家，或是刚好在上传备份东西等等，都非常实用。而在续航上 ，Galaxy S20 Ultra 5G 搭载了5000毫安时电量，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预设的 Full HD 加60赫兹拿下了几乎不用担心的17小时32分。在正常使用下，一天一充绝对没问题，甚至1天半一充都有可能。而 WQHD 加60赫兹在同样测试基础的续航表现上，则是拿下了17小时27分。基本上 Full HD 以及 WQHD 对于电量的影响，只能说差异存在，但不明显。所以平时就算保持使用 WQHD Plus 也可以。而在大家关心的 Full HD 加120赫兹的续航测试中，则是拿下了12小时22分。虽然跟60赫兹相比，续航力大约下降了30%，但这个表现其实也不差。在邦尼的实际体验中 ，S20 Ultra 能够让非重度用户，就算是整天开着120赫兹也能度过一天。以邦尼的体验来说，120赫兹对于使用体验的提升非常有感，滑顺的感觉不到回不去，但相信邦尼你会不想回去。在日常使用下 ，S20 Ultra 的用户其实完全推荐全程开启120赫兹。以下邦尼也提供 S20 全系列机种的续航实测结果供大家参考。简单来说 ，S20 Ultra 用户推荐全程开启120赫兹，而 S20 以及 S20 Plus 的使用者同样推荐开启120赫兹，使用时可以搭配需求进行 WQHD 60赫兹以及 Full HD 120赫兹切换。此外，在充电速度上，值得一提的是，盒装内随附的是25瓦快充组，在充电时会显示超快速充电。如果是使用25瓦以上的充电器，则会显示超快速充电 2.0 进行辨识。邦尼也将 S20 Ultra 透过盒装随附的25瓦快充组进行0到100%充电测试。S20 Ultra 5G 整个充电历程耗时1个小时又7分钟完成充电，在充满5000毫安时的速度上还是相当快且稳定。邦尼也提供 S20 5G 全系列快充测试的时间供大家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全系列机种虽然电量各有500毫安时的差异，不过三星巧妙的将完整的0到100%充电历程都控制在1小时左右，达到电池寿命跟快充效率的平衡。除此之外，全系列一样支援无线快充以及无线电力分享。顺带一提，邦尼稍早也有推出 Galaxy Buds Plus 完整评测，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观看咯。另一个邦尼有感的大升级，就是新一代的超声波萤幕下指纹辨识，速度真的很快，辨识率也达到非常稳定，而且是使用一阵子后还是持续的快跟稳。在习惯感应位置之后，盲操作已经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也是手指相对干燥的使用者，在 S20 Ultra 5G 上的超声波指纹辨识真的是有感提升。另外 S20 系列一样支援脸部辨识。而在通讯性能上 ，S20 5G 系列机种拥有3选2的卡槽设计，在台上市的所有 S20 系列机种都支援 5G， 支援 5G 加 4G 双卡双待。在频段上，全系列支援台湾目前主流的 Sub6， 并不支援毫米波。顺带一提 ，5G 机种一样相容 4G， 所以现阶段如果正在考虑入手旗舰机种的使用者，根据邦尼稍早的调查，在12000名参与的调查对象当中，不论是1年一换，或是2年以上才换机，总共有77%购买旗舰机种的使用者会选择直上 5G。确实，在今年，如果你有换机需求，邦尼还是一致推荐，可以仔细评估直上 5G 机种。因为应该很快的，在今年稍晚就有机会看到 5G 开台。如果换机周期比较长的使用者，就算1年后再申办 5G 方案，手上的 5G 手机直接用也不迟。
接下来是这次大家最期待的重点——相机。邦尼还是帮大家复习一下镜头规格。在 Galaxy S20 Ultra 5G 当中，采用了4镜头模组，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12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8 1.33寸的118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底部的长方形开孔就是 f3.5 4800万画素4倍光学组成的10倍光学混合变焦潜望式镜头模组，支援 OIS 以及最后的 3D 景深镜头。邦尼认为，这次最大的亮点，除了搭载11800万画素的主镜头之外，更值得关心的是主镜头在感光元件尺寸上的升级。相较起过往在三星旗舰常见2.55寸感光元件 ，S20 Ultra 上这颗感光元件尺寸则是达到1.33寸，在尺寸上提升了2.9倍，差异上还是明显可见。不过究竟实际表现如何，我们直接来看样张。首先来看夜拍 ，S20 Ultra 在低光源时，相机就会自动跳出打开夜景模式的提示。在技术上 ，S20 Ultra 主镜头支援 Nona Binning， 能够进行9合1的像素合成，将11800万画素转换成1200万画素。简单来说，就是让每个像素都能够分配到更大的感光元件面积。搭配上三星全新的夜拍模式，在画面上除了会显示秒数及倒数之外，系统也会根据你的手机是手持或是固定，自动判断最适合的夜拍秒数。顺带一提，如果你有发现的话，这次的动画是从月亮变太阳，在设计上还是蛮有巧思的。来看第一组样张，在调校上 ，S20 Plus 跟 S20 Ultra 调校方向基本一致，跟前代机种相比，受益于 S20 Ultra 全新的镜头模组，在还没打开夜间模式前，我们放大到右上角后方大楼的暗部，不论是暗部细节保留、降噪，都能看到明显提升。接着我们打开夜间模式，一样放大来看细节 ，S20 Ultra 跟 S20 Plus 可以得到近乎一致的细节表现。而在超广角镜头上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来看开启夜景模式前，再来看开启夜间模式后，可以看到 S20 Ultra 不论是在细节保留或是高光抑制的 HDR 算法上都有大幅度提升。接着我们来看下一组，在 S20 全系列的相机调校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在色彩上会再更自然平淡一些。跟 S10 Plus 相比，在还没开启夜景模式前 ，S20 Ultra 大感光元件的优势就已经明显可见，而在高光抑制的算法上更是有感升级。接着我们来看夜间模式，最后我们来到肉眼完全不可见的极低光源环境进行测试。先来看一般模式，放大来看，不论是远处的高光抑制、左侧暗部的绿丛，或是右下暗部的木椅，除了看得到，在细节保留上也是 OK 的。在没开启前 ，S20 Ultra 就已经趁着大感光元件的优势完全胜出。接着我们开启夜景模式，邦尼就不多说了。有了大感光元件，加上全新夜拍算法 ，S20 Ultra 就是一台可以让黑夜变白天的夜拍强机。在历经数次更新后的 S20 Ultra， 在真实力上是真的强劲。邦尼也提供一组 S20 Ultra 夜间人像给大家参考，可以注意前景人像以及后景的高光抑制。以下也提供更多组样张供大家参考。接着来看日拍样张，有了大感光元件，除了更有利夜拍外 ，S20 Ultra 在拍摄静物时的散景也会更加明显自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颗感光元件只能进行相位对焦，在对焦速度以及成功率上，在最新的软体版本当中已经有大幅度改善，不过在对焦时的抖动还是比较大一些。可以知道的是，三星正不断持续调整这颗全新的感光元件，不论从防手震、夜拍算法以及对焦，都能够看到明显提升。在拍摄上 ，S20 Ultra 还是预设1200万画素，让算力足够应付更快的 HDR 处理，也让变焦等算法能够更有效发挥。如果你想切换成11800万画素，可以点击比率更换到11800万画素的模式。我们看回样张 ，S20 Ultra 的日拍基本上不用担心，邦尼这边就整理一下。这次在 S20 Ultra 上的日拍调校，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重点。首先是更接近肉眼所见的调校，不论在白平衡或显色上，在 S20 Ultra 上都更接近肉眼所见。除此之外，细节保留依旧是 S20 Ultra 的强势之处。HDR 算法则是在大部分环境中跟 S10 Plus 相比差异不大，
可见的差别会落在 S20 Ultra 更倾向保留前景的暗部，相较起 S10 Plus 的调教，则是显得不过于激进，在画面风格上则是各有所好。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S20 Ultra 实际上在逆光的 HDR 算法上还是有所升级，帮你尝试在超级大逆光环境中实拍。其实 S10 Plus 放到现在来看，遇到这种大逆光环境，表现还是强。不过 S20 Ultra 在前景建筑的 HDR 算法以及细节保留上还是有所升级，帮你提供更多样张给大家参考。最后是1亿800万画素，在这个模式之下，只有放大你才会感受到高画素的震撼。就算是这么远拍狗狗，放大到脸部，细节依旧清晰。而在变焦上 ，Galaxy S20 Ultra 其实是透过2颗镜头组成1到10倍的光学无损变焦。首先是在 S20 Ultra 上搭载的这颗4800万画素4倍光学长焦镜头，透过混合变焦算法，覆盖4到10倍的光学无损混合变焦。实际上，帮你在测试后，只要光线充足，大约15倍以内都还是清晰可用。所以在你进行1到4倍的变焦时，S20 Ultra 就是透过1亿800万画素的主镜头进行裁切，透过高画素的裁切优势以及算法，达到无损变焦。帮你以下也提供几组样张供大家参考。基本上在光源充足的环境下，10倍的影像还是相当清晰锐利，15倍其实也都还是可用，而30倍跟100倍，你可以拍到一切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例如，你永远不会知道工地上的吊车机具编号是多少。实用性先不说，跟其他机种相比，就是有跟没有的差别。不过说回来，10倍无损变焦对拍摄远处风景、文字都非常可用。而 S20 Ultra 也支援10倍变焦的夜景模式，在拍摄文字的测试下 ，S20 Ultra 完整念出看板上的文字，完全没问题。感受不出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10倍之下右边的 S10 Plus 表现。此外，这次在 S20 Ultra 上也加入了 Single Take 一键拍录的功能，打开后只要像录影一样左右移动，相机就会自动生成各种视角的最佳画面。而在录影上，这次 S20 系列也加入了全新的专业录影模式，你可以自由调整各种参数。最重要的是，在专业录影模式下进行对焦，你可以开启类似峰值对焦的辅助对焦系统，得到更精准的对焦结果。然后另一个重点就是 8K 录影。不过什么是 8K 呢？8K 对三星来说，应该可以说是近期很重要的关键字之一。简单来说 ，Full HD 大约是200万画素，而 4K 就是 Full HD 的4倍，达到大约800万画素。8K 又是 4K 的4倍，达到3300万画素左右。跟相差16倍的 Full HD 相比，透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 ，8K 录影确实有更锐利的表现。除了录影，你也可以在录影完成后，透过高画素的特性，在内建的播放器将影片截取下一张3300万画素的照片。而大家关心的防手震，在最新的版本中，已经可以达到拿稳手持录影的状态。必须注意的是 ，S20 系列在录制 8K 时，画面看起来有点抖是正常的。在录制完成后 ，S20 Ultra 会再进行防手震运算，毕竟已经裁切了相当大的范围，防手震在手持下还是稳的。不过，邦尼认为真正的重点是，不论是 S20 Ultra 上的 8K 录影，或是三星已经推出的 QLED 8K 电视，都可以看到三星正不断的透过自家生态，降低 8K 进入消费生活的门槛。有了影像，也有显示器，可以更快催化一切的发生。不过，就算短期不转换 8K 影像，8K 高画素的优势，也可以让创作者在后期制作时有更大的裁切或是缩放的调整空间。就算最终输出 4K 画面，也会更加锐利。而三星一直很强的 Super Steady 超稳定动态摄影，在防手震上也迎来了大升级。其实上一代的 S10 Plus 就已经相当稳，上下晃动对 S10 Plus 跟 S20 Ultra 基本上已经难以构成威胁，只有真的大力乱晃，才能看到 S20 Ultra 的防手震其实是更进化的。而在前镜头上 ，S20 Ultra 搭载了一颗 f2.2 40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帮你也提供一组样张供大家参考。比较有感的是 ，S20 Ultra 相较起过往机种，似乎可以更彻底关闭美肌，让脸部细节更自然呈现。帮你也提供一组夜间自拍供大家参考。
整体来说 ，Galaxy S20 Ultra 依旧是在各方面都均衡的旗舰机种，继承了三星一直以来优秀的影音娱乐体验，拥有顶级的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细腻的 WQHD Plus 萤幕，用过就不想回去的120Hz 高萤幕刷新率。不论是观看影音、游戏、日常使用 ，S20 Ultra 都能够提供漂亮且滑顺的使用体验。拥有双喇叭，支援 Dolby Atmos， 效能上就是旗舰，能够满足你所有使用需求。5000毫安时大电量，就算是全程打开120Hz 也不用担心。而全新的镜头组可以覆盖你所有使用需求，不论是日夜拍，覆盖超广角到10倍无损的光学混合变焦。11800万画素，超清晰的细节保留，甚至是把黑夜变白天的夜拍。录影上拥有 4K、8K 录影，甚至是超稳定防手震。而在选择上，这次台版 S25G 系列共有5种颜色，分别是蓝、粉、黑、白、灰。因为颜色基本一致，帮你就以每个机种有的颜色示意。S25G 有蓝、粉、灰 ，S20 Plus 5G 有蓝、黑、灰以及白色限定版。S20 Ultra 则是只有黑灰2种颜色。当然，在选购前，邦尼还是推荐大家到实体店面看看实机，也可以体验萤幕大小以及手感的差别。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Galaxy S25G 系列机种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